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呆萌財頻道。今天呢，我們就來聊一個讓不少大陸投資者夜不能寐的話題，就是海外投資為什麼越來越難呢？2025年9月，富途和老虎證券啟動合規審核，一批老客戶呢被要求補充海外證明才能夠重新激活賬戶。這不是孤立，而是監管大趨勢的冰山一角。別着急，我會用數據和故事帶您一步步拆解，從開戶門檻到稅收追繳，再到資金進出的堵車，最後呢也會聊一聊地緣風險。到最後呢，您可能會像我一樣重新審視自己的海外倉位。那麼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，幾年前的時候呢，你用身份證就能輕鬆開個香港或美股賬戶，買點騰訊、蘋果、英偉達，躺賺分紅。可是現在呢，這幾年監管像搭積木一樣，一層層的加高門檻。我們就來捋一捋這一個變化史。當然了，它不是歷史書，而是活生生的痛點。起點呢，在零門檻時代，也就是2020年之前呢，客戶可以自由開戶 ，APP 呢隨便下，開戶像點外賣那樣簡單。但是接下來呢，就是第一堵，在2021年到2022年之間呢 ，APP 下架，大陸應用商店呢把香港券商的 APP 全部撤了，您得翻墙或者找鏡像下載。第二堵新的事儿呢，就在2023年初，需要存量證明，新客戶就別想了。但如果你有老賬戶的存量證明呢，還能夠去其他新券商續命，很多人就靠這個老人老辦法鑽了空子。然後呢是第三堵，在2024年到2025年上半年呢，需要境外生活證明，存量證明呢不管用了。您得秀自己的水電單子、租房合同，證明您在海外居住。然後第四堵也來了，從2025年9月起呢，要求有簽證或者永居。現在呢，富途、老虎、長橋全線收緊，必須有海外簽證或者永居證。新開戶呢，基本關門。就連美股巨頭盈透證券也從8月開始要求大陸客戶提供近3個月的海外工作證明，不再認存量。更讓人扎心的是，老客戶也躺不了了。如果是不活躍或者小額賬戶，對不起，得補充資料，而且要提供和新開戶一樣的海外材料。最近呢 ，X 平台和群裡面呢都炸鍋了，有人半年沒動的老虎賬戶突然進不去。客服呢回復說這是合規審核，要補證明，不然呢就要凍結賬戶。這也就打破了老人老辦法的默契。雖然說香港和美國的券商多得很，現在依舊有身份證就能簡單開戶的，但趨勢明擺着，監管方向一變，小券商也得跟風。開戶本該是起點，現在卻成了終點站了。您呢，有沒有被卡住過呢？再來聊一聊第二部分，稅收呢也後援起火，境外稅的補稅通知像雪片一樣飛來。開戶難呢是前門堵，稅收呢是後門鎖。過去海外收益聽聽而已，美股漲了，數字幣翻倍，誰去報稅？但是在2025年，稅務局動真格了。CRS 也就是共同申報原則，像一個全球眼，把你的境外賬戶收入呢全扒光。我們曾經在第30期節目《中國稅收居民境外投資指南》中呢做過詳細的介紹。簡單而言呢，就是股票買賣、基金分紅、債券利息全部都算境外資本利得或者股息紅利所得，統一20%的稅率。沒申報，那麼各地稅務局就會打電話催了。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同步行動，追繳金額呢從12萬到126萬不等，包含有滞纳金。這可不是嚇唬人。11月剛曝光上百案例，補稅不光破財，還得算滯納金，填表跑腿。沒有被通知的呢，心裡更慌，總覺得下一個就會是自己。朋友圈有人吐槽呢，賺了50萬美元，交了10萬的稅。
乐不思蜀呢變成了賭星。海外投資呢本為避險，現在卻成了定時炸彈。還有第三部分呢，資金出入，錢在國外，身在國內。現在呢，資金進出更麻煩，出去首先就面臨境外卡的問題和第一步的同樣問題，3個月的海外工作證明，老客戶也面臨合規審核補證明。比如華僑銀行2025年就大批關閉了內地賬戶，雖然還有小銀行的通道，但是服務爛，安全差。最麻煩的是賺了錢怎麼拿回來呢？大一些的資金證明呢，想要進來呢，銀行都要提供收入證明了，要不然結不了匯。這就是資金出入的黑洞。小額度的還可以，年度5萬美元的購匯額度呢，基本免費轉。但是大額的呢，外匯管制嚴格，單筆超等值5000美元就得核實身份，銀行層層審核。2025年呢，稅務改革取消了境內直接投資的前期費用登記，但是 ODI 備案、內保外貸等等通道呢，仍然限額限速。想要快速、安全、低成本，門都沒有。很多人分享神通道或者絲滑開境外銀行卡出入資金，但是資金量一旦上去，想要快速、方便、安全、可靠又低成本的資金出入幾乎是不可能的。那麼還有更遠的一些風險呢，是地緣風險，也就是地緣黑天鵝。中美關係膠著，您的港股賬戶裡塞滿美股，萬一制裁升級怎麼辦呢？其實相對於上面的3點，這個是最不需要擔心的。這其實就是個鬼故事。俄羅斯的例子呢，是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後呢，在俄羅斯的這個海外資產呢被凍結3000億美元。俄羅斯散戶通過 Sberbank、ATB 托管的美股頭寸被凍結呢，也數十億美元級別，交易股息轉移被停止，失去了流動性。但制裁不是針對個人投資者，主要是針對特定金融機構和切斷清算系統。如果換到中美呢，因為中國是第2大經濟體，中美之間爆發類似俄羅斯那樣的核彈級的全面金融戰可能性非常低，因為那樣的話只會兩敗俱傷。即使發生，潛在風險也是對大型國有銀行或者關鍵金融基礎設施，比如特定的清算系統、托管行等的制裁。這將是影響 QDII 和個人海外資產的流動性。從俄羅斯的經驗來看呢，在凍結主權資產到制裁金融機構有2-3個月的窗口贖回期，沒有必要過分擔心。這個問題呢，可以看看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餘額和美國對華的投資金額。總的來說呢，利率高，美股牛，幣圈熱，錢好賺，這是海外投資的最強信仰。但信心呢，被小院剛強碎掉了。如果想要避免海外投資的這些麻煩呢，可以考慮內地的 QDII。目前呢，暫免資本利得稅。同時，如同我們在買借傳承個人終極投資框架裡面所介紹的，免去遺產稅。缺點呢，就是費率高，場內溢價，場外限額。那麼，朋友們，您的境外倉安全嗎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您的故事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關注和分享啊！下期再見。